给你新资讯，给你新视角，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相信所有即时战略游戏爱好者以及战锤粉丝，现在心情都跟我一样激动，因为 IGN 终于释出了我们等待已久的破晓之战士的第一个战役实机演示影片。今天的影片重点聚焦在兽人 Orcs 的战役模式。根据 IGN 的报道，这次游戏将包含4个阵营的独立战役，而兽人的故事在时间轴上是排在第1位的。这代表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将是整个破晓之战士故事的导火线。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后续星际战士或食灵族等其他阵营的局势。今天就让我们从剧情设定双主角机制新单位，到对抗机械神教的战术，甚至还有分支剧情的选择，做详细的介绍。如果想看到更多关于战锤 40K 以及破晓之战士的情报，我会随时锁定最新资讯做影片来介绍。请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去用力的按下订阅频道按钮，日后才不会错过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剧情。老玩家们看到这里应该会会心一笑，因为我们又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克罗诺斯星，而带领我们回归的正是那位永远死不了、永远在冲锋，也永远最讨喜的传奇兽人老大哥古兹 Gorguts。影片中提到 ，Gorguts 追击星际战士的战舰，直接把自己的兽人巨石要塞撞向了克罗诺斯星。如果你看过之前的 CGI 预告片，那个大喊 Crush Faster 撞快点的疯子就是他，这非常符合兽人的逻辑，管他什么登录程序，撞下去就对了。但这次剧情的亮点在于 Gorguts 并不是唯一的兽人老大。当他从废墟中爬出来，以为自己能理所当然的接管当地兽人时，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格斯库卡塔。格斯库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角色。如果说 Gorguts 代表的是那种传统的拥有多个星系征战经验、喜欢重型机甲的老派军阀，那么哥斯库塔就像是克罗诺斯星本土的叛逆青少年。他是本地土生土长，这里的兽人小子都听他的，而且他的风格截然不同。他属于比斯奈嘎野兽猎人一派，比起拼装破烂机甲，他更喜欢骑着巨大的史奎格巨兽冲锋陷阵，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内战格局。外来的强势老将对决本土的野性猩猩，这不是传统的好人打坏人，而是坏人打坏人，看谁更坏更强。这种阵营内部的冲突张力，让兽人的战役充满了戏剧性，也少了一点严肃的歌剧感，多了一种 IGN 形容的 Party Rock 派对摇滚风格。接下来我们深入聊聊玩法。这次演示的前2关任务，主要是在介绍哥斯库塔和他的野兽流打法。首先，我们看到了这次的主要敌人 Adeptus Mechanicus， 也就是机械神教。机械神教的特点非常鲜明，他们依赖阵地战，拥有强大的远程火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影片中提到，如果你试图从正面硬冲机械神教的防线，就算是兽人也会被打成蜂窝。这时候，哥斯库塔的特色单位就派上用场了。影片重点展示了 Squire Riders 史奎格骑兵，这是一种高机动性的近战单位。演示中，玩家利用他们的高速度直接绕过了机械神教的掩体防线，从背后突袭那些脆弱的呼叫军 Skitarii。这展示了破晓之战士非常强调地形与侧翼包抄 Flanking 的战术重要性。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 Storm Boys 风暴小子，他们背着那个绝对不符合公安标准的火箭背包，可以直接飞越敌人的防线。这对于打破机械神教躲在掩体后方的龟缩战术至关重要。影片还提到了 Beast Snaga Boys 野兽猎人小子，他们比普通的兽人小子更硬、更耐打。在战术上，他们的作用是担任肉盾，吸引敌方火力，为你的高机动单位创造输出空间。这里还提到了兽人的核心机制以及小队成长。在破晓之战士中，持续的侵略性会得到奖励。你的小队不仅会升级，而且随经验值增加，小队的规模会变大，这点非常重要。这完美呈现了兽人绿草 Green Tide 的感觉。打着打着，人越来越多，越打越嗨。这鼓励玩家不要龟缩，而是要不断进攻。这次演示中还有另一个让人感到惊艳的，是一个被称为 The Race 竞速的任务关卡。在这个任务中，Gorguts 和哥斯库塔为了证明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决定比赛谁能更快摧毁机械神教的基地。地图被分为2条路线，哥斯库塔在左边推进，对手 Gorguts 在右边推进。这不是单纯的杀敌，而是效率的竞争。IGN 的编辑提到，这是一个非常考验即时战略游戏基本功的设计。你不能只是无脑平推，你必须精打细算。更有趣的是，游戏给了你战略选择，你可以选择分兵去干扰另一队兽人军队，拖慢他的进度，或者集中所有兵力狂冲自己的目标。在演示影片中，试玩者发现分兵去打 Gorguts 反而拖慢了自己的节奏，导致差点输掉。
这显示了 AI 的强度可能不低，或者说这个任务设计鼓励玩家专注于自己的效率优化。这种竞速模式的设计在即时战略游戏战役中虽非首创，但放在兽人这种好胜心强的种族背景下，显得格外契合。此外，影片明确提到战役会有分支路线，在完成初期任务后，玩家需要在 Gorguts 和 Geskuta 之间做出选择。这不仅仅是换个皮肤或语音，而是会影响你能使用的单位，也就是机械流或是野兽流、任务的目标，甚至最终的结局。影片提到这次兽人战役有多个结局，而且这些结局会影响后续其他阵营的战役开场状态，这大大增加了游戏的重新游玩价值。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破晓之战士兽人战役演示带给我们的讯息。首先，美术风格，这次的画面细节非常到位，保留了 40K 该有的黑暗残酷风格，但在兽人这边又加入了一种混乱的活力，爆炸效果、建筑倒塌的物理运算看起来都非常有质感。其次，叙事野心，开发商似乎想透过4个交织的战役来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兽人作为开路先锋，他们的内战结果可能会决定克罗诺斯星的防御力量是被削弱了还是变得更强。假设如果是 Gorguts 统一大军，猜测这有可能将直接影响之后星际战士抵达时面临的局面。目前看来，破晓之战士试图在破晓之战1的大规模战场和破晓之战2的英雄叙事之间寻找平衡。Geskuta 甚至可以在任务中获得一只巨大的 Squigsaur 史奎格巨兽作为坐骑，进而完全改变他的作战方式。这显然带有角色扮演游戏的英雄成长要素，但同时小队规模的扩大又保留了即时战略游戏的大军团感。我个人对这次的演示影片感到非常满意，它抓住了兽人的精髓，暴力、混乱，但也充满了战术智慧，虽然是兽人式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对于破晓之战士兽人战役实际游玩影片的解析。各位觉得这次的双战争老大设定如何？你会选择支持老谋深算的 Gorguts， 还是野性难驯的 Geskuta？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选择。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我有制作更多关于战锤 40K 破晓之战士的访谈影片，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连结前往观看，以免错过更多细节。也别忘了按赞、订阅与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将登场的星际战士或死灵族的阵营解析，以及最新的破晓之战士情报。我们下次见。